身体之内，一群红细胞刚刚脱核，正在接受入职培训，而屏幕上则播放着一个介绍视频，方便他们了解白细胞、杀手 T 细胞、巨噬细胞等友善的同事。总而言之，这是一个前途光明、福利超棒的工作岗位啊！但事实上，一切都是假的。在他们遇见红细胞前辈后，立马就被教做人，还跳过培训，直接进入了工作，一言以蔽之。这里只有无止境的工作，直到死亡。就这样，我们的男主正式登场了。很快，负责运送氧气的他迷路了，而就在他翻阅着自己的培训笔记时，直接就因为挡路，被赶时间的血小板骂得狗血淋头。好不容易，男主将氧气运到了目的地，但让人抠破脑壳也没想到的是，之前还出现在介绍视频里头，想当和善的老哥，现在却变和善了。至于原因，别问，问就是视频是很久前拍的。现如今这具身体的情况已经非常差劲，他们早就不能回到从前了。后来，男主遇见了一位总是笑眯眯的红细胞前辈，这才知道因为压力贼大，现在红细胞人手非常不足，所以前辈们根本没时间带后辈，只能拼命的往前冲，这样才能保证最基本的生命运行。听到这里，男主忍不住问前辈，这种情况下他为啥还能笑出来？前辈表示很简单，只要扼杀所有的感情就好了。休みたい、楽したい、そんなことを期待するから辛くなる。话音一落，男主震惊了，而更出乎意料的是，血管里竟然凹凸不平了起来。这一切都是 LDL， 也就是坏胆固醇所为。他们非法投到肝脏产生的胆固醇，如果放任不管，就会堵塞血管，引起动脉硬化，让红细胞们无法通过血管。而真正的幕后黑手，没错，就是压力。最后，在前辈的帮助下，男主艰难地完成了一个循环，刚刚才准备休息，就立马被狠狠教训了一顿。只得默默开始第二个循环，而也就是这一次，神秘气体突然泄漏了，这是一氧化碳。红细胞含有大量血红蛋白，一旦和一氧化碳结合，就无法运送氧气，变成碳氧水红蛋白。就这样，袭人的同事很快就变成丧尸，不断对男主二人发起了攻击。祸不单行，肺炎链球菌也进入了加载，开始攻击细胞，获取营养。关键时刻，女主闪亮登场，干掉了不少细菌，不过氧气还是要送的。前辈准备继续自己的任务了，但男主却忍不住想要退缩。这时前辈一把揪住他的衣领，告诉他，红细胞在成熟时就舍弃了普通细胞应有的仪器细胞器官，成为专门运送氧气的细胞，所以这并不是命令，而是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。后面前辈带着小红的那份氧气冲进了一氧化碳当中，回想着过去的欢乐以及自己的责任，他义无反顾。经过调查，这次的异常事态是吸烟引起的，虽然已经10年没有发生过了，但曾经的痕迹直到现在都没有清理干净。来不及思考，紧张的工作继续进行，而不消片刻，男主便遇见了可爱动人的巨噬细胞。不过这被鲜血染红的裙子也太刺激了吧！再看看那巨噬细胞身后已经死翘翘的细菌，男主心中不由得受到了10000点暴击。猝不及防的男主碰到拖车，发出了声响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只见刀光一闪，塔里挂掉只差了0.01秒。あら、赤血球さんなのね。最近かと思っちゃった。ごめん遊ばせ。后来，男主跑去给口腔内的黏膜细胞运输氧气，却意外看到了一片高燃，得嘞，口腔溃疡。鉴定完毕，不过签收总是要签收的，男主只能颤颤巍巍送上单子，希望老哥们能有个炸下师帮下忙，求人得人。突然，因为黏膜细胞出生了，让男主赶紧逃命。原来，随着口腔溃疡破裂，细菌即将入侵，但是人男主毕竟还是个新人，只能瘫在地上瑟瑟发抖。得亏女主再次出现，拯救他于危难之中。后来女主和自己的小伙伴轻轻松松将细菌 KO， 还直接开始吞噬技能，啃食起了细胞的尸体。突然四周涌入大量液体，男主立马抱住自己护送的氧气，女主则眼疾手快抓住了较弱的男主。原来这是用来杀菌的漱口水。而看着女主远去的身影，男主忍不住的心动了。之后累到不行的红细胞们瘫倒在地，而一位老前辈却直接表示，根据他的经验，马上就要下雨了。其实所谓的下雨，就是身体主人面对高强度压力开始喝酒了。很快，尚未习惯酒精的新人红细胞倒下了。于是乎，为了更好的工作，老前辈决定带着他们去肝脏那儿放松放松。很快，一座豪华不夜城进入了加载，而一群漂亮的干细胞小姐姐也纷纷登场。
接下来他们将会为红细胞们好好清理。就这样，小姐姐们端上了一杯杯 ADH， 这是能分解酒精的酶。很快，老当益壮的前辈在干细胞小姐姐的帮助下合起了 ADH， 而新人们也纷纷干掉了自己那份。但意想不到的是，阻胺行为突然就开始了，红细胞们还冒起了黑烟。其实这些黑色的烟雾是乙醛，也是 ADH 分解掉酒精后的产物，带有很强的毒性，会使得红细胞们变烦躁，所以下一秒就至关重要了。红细胞们得服用 ALDH 酶，将乙醛分解成乙酸，这样乙酸就能变成水和二氧化碳从体内排出去。猝不及防的，男主想起了前去赴死的前辈，而现在自己却在和同伴们消遣娱乐，于是乎他暴走了。一把挥掉 ALDH， 指责起了看似身处安全地带、不懂他们处境的干细胞。话音一落，老前辈直接把自己的那份 ALDH 泼在了男主脸上，带着他了解起了肝脏细胞的生活情况。其实，在酒精的作用下，很多肝细胞都受到了乙醛的毒害，但一想到辛苦的不止他们，红细胞们一直在冒着生命危险努力工作，他们就撑着最后一口气，想要帮助那些红细胞。就像前辈说的那样，在这具身体里，没有一个细胞的工作是轻松的。而知道了男主的经历后，他更是送上了安慰。说白了，活得越久，手指的事就越多。大家都是经历了很多之后，才慢慢的独当一面了。接下来就是在大家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老前辈寿终正寝，他的尸体将会被送到肝血斗，被库普夫细胞吞噬成了养分。而这就是红细胞普普通通的一生。告别来临之际，干细胞小姐姐送上一吻。说来也巧，这个时候女主碰巧登场，捉奸在即。但这并不是最艰难的，因为很快这具身体就要进入兴奋状态了。红细胞们哪怕停止送养，都要前往海绵体完成勃起的任务。海绵体是由细小的线性血管和前端的小腔隙组成的网状类海绵组织，它会对兴奋时产生的一氧化氮发生反应，分泌出名为环磷酸鸟苷的物质，使血管舒张，大量血液涌入。而进入其中后，细胞们要做的就是人力扩张血管壁，增大压力，让阴茎勃起。而且这段时间内，静脉将会因压力闭合，红细胞们无法离开。所以你们懂的，这次的任务相当艰难。突然，男主的回忆飘回了从前。那天在血小板的指挥下，红细胞们排起了队，男主也是不走运，直接就被两位前辈插队刁难了。不过这能忍，身为护肤狂魔的女主不仅露出了一个和善的眼神，还抽出长刀向倚老卖老的红细胞前辈那边刺去，最后成功制服了一个绿脓杆菌。而千言万语汇成了一句话：后来男女主一起前往睾丸区域，送养的送养，巡逻的巡逻。在这儿，男主首次见到了精原细胞，它们长大后就会成为精子，而负责照料它们的是塞尔托利氏细胞。正是这次，男主得知了精子的重要性。当精子和卵子相遇，会诞生出新的生命，它们这些细胞也会在新生命里茁壮成长，所以红细胞们这次的勃起任务也是相当的重要。回过神来，一氧化氮开始排出，红细胞们蜂拥而上，不断向前扩张起了螺旋动脉，就此血液填充率不断上升，精子们也蓄势待发。很快，平时封闭着的海绵体气管松弛了起来，红细胞们钻入其中，飞速狂奔。但意外来的就是那么猝不及防，海绵体的环磷酸鸟苷值突然就急剧下降了，平滑肌的松弛状态也已经解除，红细胞们被海绵体推了回去。经过分析，这是身体主人积累的压力造成的异地，也就是勃起功能障碍。但放弃是不可能放弃的，为了新的生命，哪怕单打独斗，男主也绝不退缩。见此情况，小伙伴们也受到了感染，开始给男主提供助力。而就在指挥中心准备宣布任务失败，让红细胞们撤退的时候，意外再次来袭，这具身体的环磷酸鸟苷突然上升了起来。通过分析，这应该是分解环磷酸鸟苷的酶，也就是 PDE5 受到了抑制。通俗的讲，就是这具身体的主人嗑药了。不消片刻，西地那非的投入使得血管舒张了不少，而红细胞们再次发起了冲锋。没过一会儿，血液的填充率达到了100%，动脉出口关闭，阴茎完全勃起，精子们蓄势待发。在红细胞们的不断努力下，射精任务完美完成。但就在男主为新生命即将诞生而兴奋不已的时候，一位前辈告诉了他实情：性行为并不都是为了生殖，也有可能仅仅是为了发泄。男主顿时蒙圈了，这样一来，他们的努力不就白费了？前辈却深沉地告诉他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的事情哪怕是无谓的努力，也依旧需要有人完成。过了一会儿，女主带着自己的伙伴，艰辛地来到了众人面前，告诉他们，因为刚刚的性行为，淋球菌侵入了这具身体。